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这个宁静的时刻。今天涅槃说史将带你走进川藏茶马古道的传奇，聆听那些关于背夫、锅庄、编茶的故事，感受茶叶和人们的情感在高山峻岭间流动。现在，放下所有的杂念，放松身心，慢慢进入今天的故事。国人嗜茶这件事由来已久，尤其是雪域高原上的藏民族，因气候、生活等特殊关系，茶叶更是他们的必需之品。唐代的时候，随着茶叶传入藏区以后呢，茶叶所具的有助于消化解油腻的这些特殊功能呢，使如饮肉食的畜牧人民饮茶成风。这里呢还有一个传说相传在公元8世纪的时候，藏王都松芒布杰得了一场重病，王公大臣在藏地是遍访名医，也没能治好藏王的病。那有一天呢，忽然一只小鸟口衔一根树枝来到藏王的病榻前。藏王觉得很奇怪，只见这树枝上呢还有几片叶子，于是呢就命人将小鸟口中的树枝拿了过来。在场的所有人都不认识这是什么树的叶子，藏王把这叶子放入口中，只觉得清香袭人，一时间心情大好，病居然也好了不少。于是藏王立即派人去寻找这是什么神树，吐蕃的臣民遍寻藏地，竟无所得。而一名最忠实的大臣跋山涉水，终于在汉藏边界找到了这种传说中的神树。可是呢，一条大河挡住他的去路。大臣想起藏王的病，决心涉水过河。正在这时一条大鱼从他的眼前游过河去。大臣想那这难道是鱼王显身引路？这说明河虽阔，不会淹死人。于是呢，他就趟过了河采到了一捆茶树枝。后来呢，又有一只白色的母鹿为他引路，又是跋山涉水回到了王宫。赞普用这树叶疗养病体，果然是大获裨益。这就是茶在吐蕃来历的那么一个神话故事。过去藏族人将茶称为西藏黑金，它与酥油、青稞、牛羊肉并称为西藏饮食的四宝。这个功能和价值由早期的药用到王室、贵族的稀有消费品，再到僧侣、民间大众日常生活饮品，其重要程度是可见一斑。过去还有个说法叫做旦夕不可或缺，甚至以为生命，宁可3日无粮，不可1日无茶等等，可见藏民族对茶叶的依赖。但是呢，传说归传说藏区它没法产茶，于是呢，为供应中国西部高海拔地区饮茶的需要，内地政府就经过专门规划，指定了比如川、滇陕等地，采用了特定的工艺，专门来生产适合藏人的专茶。为什么要用专茶呢？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在古代藏区的交通并不发达，物资的运输非常困难，尤其是茶叶这种相对脆弱的物品，你用一般的方法运输，估计没到半路，茶叶就毁坏了。那么专茶呢，它是一种压缩的茶叶，更适合长途运输。那么在内地呢，人们就把茶叶压缩成块状或砖状，
这样不仅能延长茶叶的保质期，还能减少运输时的损耗适应当时的这个运输条件。这个川藏线这边砖茶的产地呢，又以四川雅安、天全、名山、应京、邛崃灌县等地是藏茶最重要的产地。藏族人民为得到茶叶也是不惧千山阻隔，走下雪域高原，以马匹皮毛麝香药材等土特产品和内地汉人进行交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那么在明代以前编茶主要是政府来直接运营。明朝以后呢，方才允许商人间自由贸易，到了清朝达到了顶峰。当时在以雅安为中心产区的川边的诸县，经营编茶的茶号发展到了多达100多家。而这个四川藏茶产地通往各地藏区的这个川藏茶道主要有南路和西路两条。一路呢，以雅安、天全、应京、名山、洪雅、峨眉、汉源所产的茶，经过打箭炉，也就是今天的康定，销往康藏地区和西藏等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南路编茶。那么另一路呢，就是以都江堰、什方、平武等地所产的茶，由都江堰沿岷江上行，过茂县、松潘、若尔盖，再经甘南到河州，转输入甘南和青海藏区。这个呢，就是西路编茶。那么在四川这边主要是以南路经雅安、泸定、康定到拉萨这条线作为主要干线。说完编茶，我们再来聊一聊打箭炉和锅庄的往事。上面我们其实已经提到了，这个康定在明清时期称为打箭炉。这个地方在元代以前仅仅呢就是一个小村庄。那么随着明清时期茶马贸易中心的南移康定经济政治的发展，逐步成长为了有名的川藏间编茶的贸易中心。关于打箭炉的名字由来呢，在汉文化中，对于打箭炉名字的由来有这么几种说法。第一种，也是流传的最为广泛的一种是，蜀汉时期诸葛孔明曾派遣郭达将军在此地安炉铸剑，为蜀国的征战提供兵器。民间传说中，郭达不仅在此地冶铁铸剑，还赠送了牦牛国王以铁制器皿和剑器，并教会了当地百姓冶铁之术，因此受到了边地百姓的尊崇。另一种说法则与诸葛孔明借一箭之地有关。相传诸葛孔明在南征孟获时，约请牦牛王会盟修好，并提出借一箭之地作为运输军粮之道。牦牛王欣然应允。诸葛亮命郭达向西面云中射去一箭，箭矢没入云中。牦牛王寻找箭落之处，惊叹一箭竟能射至700里之遥，由此认定诸葛丞相乃真神人也，遂信守承诺揭露。第三种说法则与郭达打箭淬火之地有关。相传诸葛孔明派郭达到西南方向寻找一处秘密之地，打造弓箭。郭达找到了这个四面环山、二水中流之地，在此设炉造箭。郭达在此日复一日的造箭，直到因劳累过度，在炉边吐血而亡。但是著名民族史学家任乃强先生则认为打箭炉三字
系藏语达折多之译音。明初即有此译称，清朝乾隆年间才有人附会出诸葛亮的传说。因为在藏语中，它是雅拉河与折多河两水汇合之处，达是雅拉河，折是折多河，多是汇合之意。浪漫的人说，它是郭达山与折多河相遇的地方。传说中，郭达山与折多河是朝夕相伴、永世相爱的恋人。藏族商人说，它是汉藏通商的唯一适中地，达为发达，折为第一，多为商埠或码头。僧人则说它是山巅插有经幡的河谷，达为印有经文的嘛泥经幡，折为山顶，多为三山之谷或水流交汇之地。当然也有人从地理上分析说它是三山环抱、二水中流的山水地形，达折多的全部含义，是以箭杆矗立的郭达山为标志的三山环抱、二水夹流之地。无论哪种解释更接近真相。打箭炉这个名字已然成为了一个富有诗意与想象力的符号，它既是汉藏文化交汇的产物，也是康定人民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康定作为贸易中心呢？这还得从高原上下的人的观点认同说起。当年啊，从康定出南北二门向西翻越康巴第一关的折多山，那时被称为出关或走草地。现在折多山顶有一块石头，上刻西出折多，与历史上的西出阳关相似。汉人认为往西再走就是苦寒高绝之地，没有藏人及其牦牛驼队的协助，汉人行旅完全无法涉足。而从关外进康定城则称为入关。自此向东，汉人凭借背负之力即刻胜任，但对于藏人却是个严重挑战。藏人相信自己及牦牛都无法生存在比康定海拔更低的地带。我们现在所说的锅庄，大多是指藏族人围成一个圆圈跳的锅庄舞，和那个时候的锅庄是不同的意思。康定的锅庄是康定地区所特有的，因茶马贸易而在康定逐渐兴起了一种特殊的行业。双方贸易人员来到康定打箭炉，人需要住宿。像明朝及清朝前期，打箭炉除兵营、衙门有房舍外，只有少数棚户房，唯有锅庄才有宽敞的围墙、院坝和碉房。当时的藏汉商人，除极少数有固定的住处，都选择锅庄住宿。而且做生意自然也需要一个交易的地点，带来的货物需要货站，语言不通的商人需要通司、翻译等等。为了满足这些需要，康定锅庄拥有了旅店、货站、翻译和中介等诸多功能。于是锅庄这个似旅店而非旅店，似商场而非商场，似货站而非货站，似中介而非中介，似衙门而非衙门的一种集客站、货站、中介等诸多功能于一体的特殊的地方，锅庄便应运而生。那时藏汉商人在一起谈生意，要用秘密的方式进行，除锅庄主人外，不能有别的第三者在场。在双方谈判中途，倘遇第三者插入竞买竞卖，藏族商人就不愿继续谈下去，
要把他的货物搬开。交易谈判成功，买方不必付给定金，卖方也不见一丝签，双方都互守信用。所有售出的土产都在郭庄过秤，由郭庄主人把秤，买卖双方在旁观看，以免误差。而且在内地还非常封建的时候，郭庄就出现了大量的女性当家的郭庄。嘉绒色郭庄的主人错英卓玛，汉名穆秋云；瓦丝雕郭庄的主人央金、包云环等都是打箭炉无人不知的人物。人们在市面上买不到的货物，这些女主人往往能想办法买到。央金在瓦丝雕郭庄失火，客房货物烧毁了一大半后，接受家族郭庄管理，靠着精明强势的手段使之重回甚至超过原有的盛况。与男性作为一家之主在汉族社会普遍享有较高的地位不同，郭庄中的女性并非只有出嫁的命运，她们同样可以作为父亲或母亲的继承人招婿上门，亲自主管家中的一切事务。郭庄是汉藏双方生意往来的媒介，客观上刺激了茶马贸易的兴盛，使得以汉藏为主的多个民族在经济上有了很好的合作交流，发展了民族贸易，有利于各民族的经济发展。背茶包子的背夫123雪峰山，456林的窟，789正好走，10冬腊雪狗爬。4句顺口溜生动再现了过去茶马古道上背夫们的艰辛。茶马古道多悬崖峭壁和陡峭深谷，许多路段骡马无法通过，只能靠人力背运货物一步步跋涉，背夫便应运而生。背夫比马帮辛苦得多，他们手持一根拐杖负重前行，从雅安到康定碑一趟茶需要半个月，每天行走20多里。如此辛苦的报酬不过是2斗玉米面，加上沿途食宿开销和各种险恶的盘剥，背夫们的收入所剩无几。因此当地民谚这样形容：10个背哥9个穷，背架子弯弯像条龙。1917年夏季的一天，美国人甘伯在四川一条崎岖山道上看到了一些奇特的苦力，他们每人手持一根 T 字形拐杖，背负高大而沉重的包裹。随行翻译告诉甘伯，这是茶马古道上的背夫。他们身后那些比人还高的包裹是茶叶，背夫们一天要走几十公里，负重可能超过200斤。那时背一次茶往返要20多天，背茶前每天天不亮，背夫们就带着点咸菜、包谷面出发了。途中遇到茶店子或客栈，他们就借主人家的锅灶煮熟后吃几口，口渴了就喝几口山泉。当年那些沉重的茶砖比人还高，因茶包过重，沿途无法卸下歇息，他们只能用美国人甘伯口中的 T 字棍的拐杖作为支架，撑在背包底下，这样才能挺腰歇脚一会儿。日久天长，在泸定的许多山道上就留下了一个个圆形石坑，也就是我们现在都还能在沿途看到的拐座。在康定前一站的老榆林，那些气力差点的人通常没走到老榆林就再也走不动了，死在山里，尸体很快被野狼叼走。
如果天色太晚，再累也不敢歇气儿。有时路上背茶包的人太多，还打几争路，住宿也麻烦。人一多，动作慢点的就住不到店，只能随便找个马厩牛棚，铺块牛毛毡对付一晚。那时除了男背妇外，还有许多女背妇。同为背妇的一个汉源县老人回忆，女人带起奶娃去背茶是我最看不下去的。他回忆道，这个王姓女人，男人以前背茶时在大香岭被毒蛇咬了，扯的草药不对没治好，就死在路上。那女人成了寡妇，带着有个半岁多的奶娃，瘦得皮包骨。女人只好去背茶挣钱。出门前，她把娃娃拴在胸前，经常边走路边给孩子喂奶。有一年秋天，我们爬山大香岭，经过百步梯时，突然电闪雷鸣，跟着下起瓢泼大雨，噼噼啪啪像鞭子抽在石板路上。我们赶紧帮女人把蓑衣套在她身上。一会儿，雨水冲垮路边的泥巴稀泥，随着雨水流下来，又湿又滑。女人左手扶着胸前的婴儿，右手拄着拐杖，喘着粗气，一步步挪移。汗水和雨水把她额上的头发浸湿得一绺一绺。这时，她怀里的娃娃大哭起来。娃娃可能是饿了很久，这哭声我听了心尖尖都在痛。路上最怕的是遇到棒老二土匪，最气人的是棒老二看到长得漂亮点的女人就想占便宜。民国20多年，宜东有个年轻女娃，长得好看，大眼睛，脸庞红扑扑的。她背着茶包子走到三交乡，突然冒出3个棒老二。几个家伙当着我们的面把女人按在草丛里糟蹋了，我们气得牙齿咬得咯嘣响，却无能为力。棒老二手头有刀有枪，砍起人来眼睛都不眨一下，我们哪敢惹？殊不知那女人是个火炮性子，她裹好衣裤，爬起来抹去泪水，扑过去咬掉了棒老二老大的耳朵，满嘴血淋淋的，跟着又死死抱起另一个，跳了山崖，惨叫声在山谷里传得很远。千百年来，川藏茶马古道不仅是茶叶的运输通道，更是藏汉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它见证了两族人民的相互依存，也承载了历史的风云变幻。茶马古道上的商人、背夫、郭庄，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这条古道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物质交换，它还促进了藏汉民族之间的理解和合作。通过茶马古道，藏区获得了茶叶，内地则获得了藏区的马匹、皮毛和其他特产。通过这条路，双方实现了经济互补，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在这条古道上，背夫们的辛劳与坚韧，商人们的智慧与勇气，郭庄里男女主人的经营与决策，所有这些都共同推动了川藏地区的经济繁荣，也为国家的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当我们站在现代的角度回望这条古老的茶马古道，我们不禁感慨，它不仅仅是过去商业的桥梁，更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通过这条路，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在困境中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也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与繁荣。好了，
感谢您收听《涅槃说史》，咱们下期再见，晚安。